行，OK，景元，不然我们就开始吧。可以啊，可以啊。我看那个韦恩和他们来不了是吧？我那个要不要我想想，不然就直好像今天接开始的会啊。先开始吧，然后待会教一下他。我就说从这个 Evil Prompt 开始，然后再说一下那个讨论一下我们这个已经实现的这个工作流吧。嗯，可以啊。那个 Evo Pro 不是子旭弄的嘛，然后子旭要不大概跟我们讲一下呗。对，你看一下你那个 Plug and Play 这个实现是怎么弄的？行，能看到屏幕吗？可以，可以。好的。然后，其实它那个 plug and play 主要就是参照那个锦源的那个 Mi Pro 里边的那个实现，然后一些方法都是按到那个里边来的。然后我就说一下，我就是写这个 plug play，就是把这个 evil prompt 从优化一个提示词到优化一个节点提示词的一个可能会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之前他那个论文里边，他针对的那个任务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比如说，一个输入就是一个问题，然后这个提示词，然后到答案，然后他用他那个进化算法去反复优化这个提示词这一部分。但是如果要改成那个 plug play 之后，你肯定会把一些节点里边要去优化的提示词给它注册到那个优化器里边，然后就要去优化谁嘛。然后比如说要是去优化 ABF 的话，你肯定就不能用之前的那个方法了，因为你优化一个之后，它不能就是，它只能说跑一遍这个工作流，然后去看一下它那个分儿是怎么样，然后把它记作一个那个进化算法的那个一个分儿，然后等到下一轮去迭代。然后我当时写这个的时候，我的那个想法就直接比较简单粗暴，就是比如说优化 ABF，然后他们这三个节点都是对应一个提示词，然后我就比如说我就把它的这个提示词，注册的时候应该有一个那个节点的名字嘛，我就把这个节点的名字给它写成这种 tag 的形式，然后把这个三个的任务的提示词给包一起，包一起之后，把这一整串儿然后放到那个最开始的那个论文的那个提示词里边。然后就相当于去让它相对应的优化每个包裹的那个提示词，然后把这一整串就相当于这一版的那个工作流的提示词当做一个优化的种子，其实就相当于把中间这一些，然后给它变成了原来的这种任务。然后我现在这个实现是这样，但是当时就是我跟景元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景元就是说要不要比如说单独去优化这每一个节点，然后比如说优化好了之后。然后让他去跑一次，然后得一个分儿。其实我觉得就是，就是大概这个想法上，我感觉跟这种套成模板的应该差不多，但是我具体不太知道这两个方法最后那个性能会怎么样，因为我这个相当于需要把那个提示词里放这个 tag，就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那个任务，就是那个提示词那个性能，就是模型本身在处理这块儿。你把这个三个节点的提示词用 tag 把它做成一个输入进行进化，那你会不会出现说就是因为你也进化的时候你也是把它们输入给一个大模型，然后输出一个东西嘛，对吧？对。那你会不会出现就是这个你在进化的过程中，这个 tag 被省略掉了，然后你没办法再把这三个 prompt 给它拆开来啊？有这个可能，但是我发现我只要稍稍改提示词，比如说我改一段，就我说你需要注意这个 XML，就是如果你用原版提示词肯定有这个问题，当然我就加一句，我说你注意一下那个 tag 的问题，然后给他一个 example 或者不给他 example，他就都能比较好的完成这个。但是我测的是那个4O mini，它可能本身也是比较聪明，4O mini。嗯，嗯，然后锦源当时说的是大概这样画了个图，就是说
它那个生成子代的时候吧，它不可以不用一起生成，但就是现在主要问题在于那个评估这块儿，因为你得得到那个分数嘛。生成子代的时候，其实可以这3个节点单独去跑那个生成子代的东西。比如现在它这个种子库里边有4个，然后每个比如都有4个，它生成一轮之后，这边相当于多生成4个，就变成8个了，就单独测新生成的那4个。所以就假如现在每个都有个新生成的4个，然后第一种方法就是说，就你直接随机的把这4个匹配成那个一个版，就相当于就是你测那个4个提示词。还有一个就是你得组合，就比如说这边有4个新的版，这边也有4个，就是16再乘以这个4个，就相当于64个版。然后64个版分别在它那个测试集上跑那个任务得分数。就如果就是也有一个这样的实现，我在想，就锦源那么说的话。这个感觉搜就相当于索空间，嗯，对，就相当于每个点它的 prop 可能是有个集合嘛，然后实际上就是从这个集合里面找到一个最优的一个组合，这对个思路跟那个 MiPro 有点像。对，如果要是找最优组合的话，那就得是4×4×4那种，就是得把每一个都跑一遍，然后把那个最优秀的那些作为下一轮的种子给保存下来，其实可以不用全部跑一遍，随机跑就行。随机跑，就让它随机组合一些就行。对，随机组合，然后可能可以给个参数控制一下，说每一轮要跑多少个，最多跑多少个组合，这样子。可以，可以，可以。那具体的他们新的每个子代，他们选的时候，比如说就是让他随机选一些，然后去跑。对。可以，可以，行行，那我回头我试试这个办法。那你现在实现的这个版本，你有跑过这个？你有在哪个数据集上跑过它的性能吗？我看一下，我在这个顶上跑的，我是新跑了，因为我又实现了一个 DE 的那个算法，DE 的那个算法是之前没实现的。我看一下，我在这个顶上也是 BBH 的任务，一个是那个有一个日期理解的那个任务，它大概里边就是说，比如今年是1937年的圣诞节，然后问你前一天是几，然后他给你4个选项，让模型选这个选项，这个是这个任务。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他给你2个选项，然后问你哪个好像是讽刺含义的，让模型去选哪个是讽刺含义的。我这2个跑了，但是那个但是我那个具体的分我没给它当做一个 log 给记下来，我给忘了。但是反正这个2个 example 都是能跑的，就是他先训练，然后优化那个提示词，最后到一个他的那个测试集上去测。但是我选的那个工作流也比较简单，我也是选了一个节点的工作流，所以多节点的话，我觉得应该再去测一测。一个节点的，啊，就这个，或者说是这个。对，因为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以后用户如果要是想用 Plug Play 的话，是不是也得遵照的它这个类的定义的方式？因为我看 Mi Pro 里边是这样的，就是什么 Save Load，然后主要写在那个 code 里边。对，就是如果用我那个 plug and play 的方法的话，就是需要用户自己写一个 program 嘛，就是能够 codable 的一个 program。嗯，另外那个其实它那个扣函数不一定要返回一个字符串跟字典的元组。之前那个 MiPro 之所以要返回一个字典，是因为它那个 MiPro 它算法本身需要用到一些中间的一些变量，所以我就把那些中间变量返回。但是哦，像这个 Evo Pro 的话，它并不需要一些中间的结果，对对，所以它这个字典可以去掉。可以可以。然后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最早其实上周也说了嘛，就是它最开始它需要一个有一定质量的那个手写的那个提示词的库，但是现在比如说如果它只输入一条的话，
它其实就不满足那个 evil prompt 那个论文最开始，就比如你至少得有5个呀，或者是3、4个那种初始的种子。然后这里边我那个方法就是，我又让一个 LLM 去把它转译多写几遍，比如说把这一条是这个意思，我让它转译写了6遍，然后从那6条开始作为一个起点，然后去进化。呃，这样也可以啊。就其实按照它原本算法的设计，就是这5个初始的应该是必须由用户来提供的。对对，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就是用户提供一个开始的。嗯。那如果说你这个要用工作流的话，相当于是每一个节点你都得给它设计一个，就手写一个不是手写一个这个 prompt 库，然后在每一个节点这样去，就是就是随机抽，然后再让他们去优化，是吧？对对，其实这个优化空间还挺大的，我感觉如果纯随机那样抽的话。嗯。对，因为其实说白了，它就是硬碰嘛，就无头苍蝇硬碰，然后碰到哪个分数高就给它记下来，然后从它开始再去碰。嗯，它一轮一轮迭代优化下来，应该还是有一点改进的。就因为它每一轮，无论是它的变异或者是遗传的操作，都是基于上一轮效果比较好的那些对对对，做的一些改进，啊，对，这个所以倒是多轮迭代下来，应该还是有点用的。确实，主要是用户开始确实，如果按论文里边的话，它确实初始会有一个提示词库。我记得你之前说那个，你上周 present 的时候，我记得你说那个论文里面汇报就是初始的提示词的这个质量，对它最后的就是优化出来最后的这个结果好像没有太大的影响，是吧？对对，但是这个是他文章里边那个作者自己他设置实验说出来的。但是其实我对这一点也比较怀疑嘛，就是然后我又去查他们当时评那个文章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评委也是说这个问题，就是觉得他们用的都是一些相关一些的，就如果你完全用完全不相关的，你再去测一测呢？但是他们没有这个实验，我觉得他们那个 bottom 跟那个就最好跟最优的那些可能都是已经有一定效果了，然后他从那个为起点开始去进化。但是你如果开始特别差的话，我这个不太好说，我感觉。那相当于是如果我们想基于这个 EX 去用 Evo Prompt 的话，呃，还是因为我们生成工作流以后，它每一个节点都只有一个 prompt 嘛，对吧？嗯，对啊，如果说你需要对一个 EX 生成的工作流进行进化的话，它还是需要一些用户的输入去。哦，其实你也可以直接就是接收一个工作流之后，直接用 LM 给它每一个这个节点去给它匹配 n 个这个这个 prompt，然后再开始进行优化。差不多。我目前就是这么想的，就是他现在比如说用户不就给了一个吗？我现在就是让这个 LLM 去丰富性啊、多样性的多写它6个，然后按那个6个开始，然后作为一个起点去找。哎，它这个优化到什么时候它会停止啊？就是这个它是怎么确定的这个停止的？它的这个吗？它这个目前它没有一个，比如说设定收敛的那么停止的时候，它这个停止是设定轮次，比如说你优化10代，那就10代之后结束。它是有个 iteration，就是多少多少代去优化哎，那他论文里有没有说为什么选十啊？还是说就是试出来的？啊。那个10是我自己写的，那个10是我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那个就这个就这里为止，它算是一个参数能调的这种。哦，那他论文里边用的是多少啊？哦，我看看他论文里边，我有点记不太清。
我看一下。不然没有就先算了。不是，应该是有，他们好像还针对这个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好像是做了一个实验，然后找到了一个大概平衡的那么一个位置，然后啊这儿呢，他们做了个实验，等会儿看看啊。我给它拖过来。对对对，他们做了一个这个每一轮的那个实验，大概这块儿他有说，嗯，看一下他们是怎么说的。哎，它这个每次进化完以后，不是会出现新的这个，是会出现这个新的 prompt。那对它这个就是单个节点的这个 prompt，哦不对，它这个里边没有工作流是吧？那它这个 对，他 prompt 这个他这没有。库里边，它会把那些那个效果不好的去给它丢掉吗？对啊，对啊，每一轮都是。比如说你开始设计是你这个种子库是7个，然后呢，他给你杂交出来7个，现在不一共是14个吗？14个之后，他给你重新排个序，就留前7个，剩下7个就扔掉了，然后再下一轮。OK，啊，行，可以。他这里说了一个收敛的问题。OK，那接下来把那个工作流的给它跑一下吧，你就好的，找一个双节点的去跑一下好了。行，看看它这个效果怎么样。OK，嗯，行，还有那个工作流 example 的，有一个小红书的是吧？是肖阳在弄，还有一个对的，是我在是负责。还有一个是股票的，那就从小红书的来说一下吧。小红书的代码我全部都写完了，然后每一个模块我都测完了，但是在搜索，通过网页搜索信息的那个工具上面，它之前包体有点冲突，所以俊华写了一个新的。我今天刚把这个新的移植到我的工作流上，然后今天跑一下就能出结果。嗯，因为我们这些 workflow 的 example 可以演示吗？现在这个还演示不了，因为之前的工具它的 package 都有问题，所以现在这个新的我还没试过。那其实我们把这 example 做出来，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运营嘛，对不对？嗯，你的代码提交了是吧对，我代码提交了，委员也看过了。？OK，行，那不然就几位你有啥那个的吗？不然我们就直接股票的那个可以展示了。现在那就让那个俊华展示一下股票那个呗。好的，那我分享一下。对，股票这一个的话，股票这个的话，目前大部分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细节，包括一些 prompt 可能还在打磨。就暂时先运行一下吧。然后结果的话，到时候由我和韦恩，由我和肖恩
由我和袁晨去做一对对，个简单介啊，绍。对，我来介绍一下。另外就是我们其实 README 上面那个 example 有一些其实过时了嘛，对吧？如果能把新的这种功能放进去做一个替换的话，我觉得在新手进人的时候，别人更能理解我们在做什么东西。嗯，嗯，对，下周对。就是把这个股票的替换了上次那个股票的。嗯，对，这个股票的目前的想法就是说，大概就是展示一下我们这个 EX 这个应用，它在其他的一个项目中，它可以作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或者就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是由于用户提供一些数据，然后我们由 EX 去负责分析，去提取这些数据，然后得出最后一个结果。然后比如说现在的话，我们现在是输入一个股票的代码。这一块我们就是模拟用户去提取数据，因为这个数据是已经放在这个地方了，所以说 EX 是可以识别到的。然后它现在首先做的第一步的话，就是一个你不然文件的一个搜索。哎，哎，呃，哦，那抱歉，俊华，你要么用我给你发那个？对，对，我拿那个看一下，哦，我刚给你发过去。对，对，我发过了，这里。对，大概流程是这个样子。就是在这边的话，就是一个整个项目的一个结构。目前做着一个 sample 的项目。首先是源程那边，做了大概一个数据收集的这样一个工作，或者说我们这边模拟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客户或者说我们的用户，去真正的去收集了一些数据，他想去根据这些数据做一些分析。然后所以说这第一步的话就是模拟这个用户收集数据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它在这边的话，延伸到两个点，一个点就是我们 EAX 这边做的一个文字的这样一个说明，对，然后另外一个点的话，就是说它可能自己有一些工具，它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股票数据做了一些可视化，然后生成一些图表，然后最后的话就会有另外一个，比如说HTML 这样的一些方法，把它给做成一个可视化的这样一个报告。对，大概的流程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 EX 这边的话，里面的工作流的做作用的话，就是对于我们收集来的数据进行一个整合、一个分析和处理。对，然后的话就回到刚才的运行的阶段。在这里的话，整个流程它的输入的话是只有一个股票的代码，譬如说这边的一个 example 的话就是300750，对，这一个的话，我记得是恒瑞医疗的是吗？宁德时代就是那个电啊，池的。您的时代，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然后这里的话，它会有一个请求，比如说在这边，这个工作流，它这个节点的话，就是去探索一些数据嘛，去探索本地的话，它有哪些文件，它里头有什么内容，这个的话就给它一个权限，让它去进行一个探索。然后在这里呢，它会整合成，比如说它哪些是背景的文件，哪一些是股票的，哎呦，对，哪一些是股票的这样一个过去的一个价格，然后它会分到3个 agent 里头。这个具体的话，目前运行的这个 agent 的话，它是一个background，就是对一个背景的这样一个梳理的一个 agent。这里呢，它可能会呃做一些总结，比如说这边是行业的资金流向，市场情绪与指标，然后或者说一些监管的消息，包括公司基本面，这里的话会附上一些新闻，对，然后最后呢，它会有一些其他机构的这样一个推荐，或者说他们的一些决定，然后我们会总和从这个各种各样的文件中提取出这些信息，这是我们第一个 agent。然后第二个 agent 的话，它是对股票它本身的一个价格进行一个梳理。比如说在这里的话，它是会首先把最近的一些日期，它的什么 open、high、low 这种 close 这些基本的一些
股票价格的一些信息给提取出来，会计算一些参数啊或者 indices，它会把这些数据全部都传给我们最后的那个 report。然后第三个 agent 的话是这里是。对，好的。对，这里可能刚才执行有些错误，然后这里它重新又执行一次，这个还第二个 agent。哦，不对，这个是第三个 agent，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操作的一个 agent。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把以前的操作的报告，把它也同时传给我们的 agent，然后在这里吧，它就会有一些模拟的一些操作。对，然后我们等它这一部分当时的想法对对就是，我们期望这个我们做出的工作流它是一个可持续的，给你的市场一个投资者提供报告的。比如我今天通过我们 EAX 的工作流生成了一个股票买卖的动向和结果，然后在明天的时候，我在做下一步决策的时候，不只来自于抓取市场数据，还来自于我昨天的决策。对。对，就哎，对以往决策的这你这样一个分析。个昨天嗯。的决策是根据昨天生成的那个报告是吧？是的，是的，这里默认的它的那个是昨天生成报告，因为昨天生成报告里头它有当时的一些决策为什么做这个决策的一些信息嘛，比如说当时的现场有一些什么样的新闻啊，或者说当时它是由于哪些指标它是什么样的推演出来一个操作，然后这里的话就会对它进行一个类似反省的一个环节。对。对，然后在这里的话，它就会生成最后的报告。这个报告的话，首先是基本的一个表头，然后它会有一些核心的决策。这里的话，它的决策是继续持有，考虑在回调时封闭建仓，然后风险等级它认为是一个中。它这里有一个执行的理由，就是说当前市场环境和评级比较积极，股价稳定在这个5日均线之上。对，然后这里的话会有一个仓位管理，这个就是之前说的以前的一些报告，它的一个作用，它就可以比较一下这个当时的仓位和一些操作。对，这边是一个价格，他认为入场价格合适的是什么样子，止盈止损，以及一个目标的收益率。对，在这里的话有一些宏观指标的分析。对，这边的话实际上 CPI 和 GPT 这边是有些问题的，也就是我们继续打磨的一个目标。然后市场的指数它也会有一个总结吧，大概就是说哪些宏观经济的指标对我们目前这个股价它有什么样的结果。然后最后它会有一些行业的资金流向啊这些作为一个参考。然后技术面的话，它也会有一些对这样的一个支撑位啊、阻力位啊这样的一个分析。然后基本面呢，它会有一些基本的信息动态，以及其他的机构评级的，他们的其他一些大机构它什么决策，对，然后会有一些风险评估和一些历史操作的这样一个东西。最后的话，它会有投资建议，就是更解释的一些信息，对。然后最后它会生成一个报告。对，最后的话就是这样一份报告，它会有一个投资建议是买入目标的价格目标价和止损价，投资基本上这种风险评估啊各种各样内容。这边就是之前生成的一些图表、K 线啊，以及技术指标。最后的话会有一些核心操作，这个内容就是刚才分析过的。对，基本上的话是这样一个流程。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工具，思维你先说。嗯。就是你这个我之前跑过了嘛，就是你这个那些数据不是通过这个调这个 AKShare 那个 API 去获得的吗？对对，是的。但你刚刚提到就是这个数据你是模拟这个用户提供的一些数据，那你在这个 workflow 这个 prompt 里边，比如说
比如说他现在提供了一些就是不是你预设的这些，你之前这些不都是从 AKShare 里边调的吗？如果说不是嗯嗯。你预设的这些范围的数据，那它的这个 prompt 还能对这个进行对应的分析吗？还是说它还是会去找就是 GDP 那个 CPI 这些东西？它会有这样一个适应过程，就是说，它最后的结果中确实会有一些比较以前没有提到过的一个内容。对，就是工作流这边是可以处理的。对，然后对，俊华刚开始说的就是，你看从 AKShare 拿到那9个表，其实是从我们的想法来说，如果你要买一只股票前，你可能作为一个人的角度，你可能要看中国当前的 CPI、GDP，你去看宁德时代这个股票，它当前它的市场新闻有哪些，这个大的券商他们的动作有哪些，然后再去分析它的历史价格，看它所处的行业，比如它这个叫新能源。或者说半导体行业最近这个资金盘流向怎么样，再去看它上市的，比如上海证券交易所今天的这个指数如何，对，等一系列决策过程。其实我们整个工作流输入的只有那个股票代码，然后我们从 AKShare 抓到 data 这个过程，其实是模仿一个股票的参与者去他自己做决策前的那个信息的收集过程。对。嗯。对，那个俊凯，刚刚我想问的是，现在这些工具都是你找到的，然后直接是硬编码是进去的吗？嗯，抱歉，你说的工具类。就是比如说你刚刚说的那个股票的图片的那个 chat 的生成，这个是你自己找的一些工具，然后是怎么让它去调用的呢？还是说它是一个 MCP 还是一个什么？这几个其实是我们自己写的一些函数，对，相当于我们自己，可以理解成自己创造的一些工具。然后当前是 EAX，其实还是比如没有一个比较合适的工具去读像这种 CSV 的文件，然后去生成一些非常专业的金融类的图表，例如这种 K 线图和蜡烛图。然后我们其实是自己创造了一些函数，然后去生成这样的东西。对，然后这未对，来的，目前的，对，嗯，目前 对 EAX 这边它实际上是只能做一个简单的读取，它不能说就是直接对文件做一些操作，比如说写一些Python 这一块，写一些 Python 的 code 去对文件做一些统计学的一些操作，这个我们目前还没有测试到。对，工具那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嗯。股票分析的 example，我们大概花了多久时间可以做好呢？这个当时思维好像跟我说的是，周二跟我说的吧。然后当时是周五的时候给思维看到现在这个版本。然对，后这个期间的话，我也有其他的一个工作流的一个项目，所以说对估计的话可能是1天半到2天左右。这个思路当时很明确的，因为我们之前是关于这个 A 股的股票分析，其实是有过很长久的思考的。然后包括我们具体需要哪些数据，然后去用哪些工具生成哪些图，然后怎么把 EX 套在我们的大的工作流里头。其实这个刚开始，就是这部分就没有花任何时间，然后主要的时间就是在生成，然后整个的 automation 的过程，以及最后的 HTML 就是展示的很好看的这种展示的打磨上。对。就是这个程序，这个产品它的想法，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就有了，对。然后我和俊华很快的一对，然后我俩就达成了一致，对那这个工作流基本上是手动去调配的，是吧？这个是对它的 prompt 有一些微调，就目前工作流的总体架构，包括说它调用了哪些工具，这些实际上都是自动生成的。我当时是放在对。对，我们是对 agent 中有一些行为它比较不合适，对它进行一个这样一个调整。然后这段 prompt 也是当时根据一个核心让 Chris 自己写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 prompt。对，那它生成的结果的这个工作流是我们自己的那个 JSON 的格式吗？还是说还得要通过一些硬编码才能实现呢？不，
不，它还是我们原来的格式，我改变的只有它里面 agent 的一部分 prompt，包括它的输入输出那你这个我都没有改变。OK，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 demo 其实也是从一句话开始去让它最终交付的是整个股票生成的一个 demo，是吗？对的，对的，但是它对对，从整个结构上可以这么说。虽然说它一开始的出版，它确实表没有问题，现确实没有问题，很不理想。就是说，其实后面的话，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交互的方式去逐步的去优化这个工作流的这个你这里写的这个 workflow 的 goal 嘛，嗯嗯，对吧？对的。嗯，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我们长期来看的话，这个方向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就这样，其实往后迭代的话，这个性能肯定会越来越好。对的，对的。然后像刚刚俊华说那个初始版本不太行，你需要通过微调，这个也没有问题，因为现在我们那个 EX 里面其实有了一个叫编辑工作流的一个功能嘛，就你可以通过输入一些反馈，然后对整个工作流的 prompt 也好，还是结构也好做一个调整。嗯，对下次搭建的时候我会尝试使用那个。对。对，另外一个，我想就是跟大家一起讨论的，就是目前我们的 multi-agent debate 有没有加进去啊？哎，目前还没有。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比较有用的、比较有效的，尤其是现在，各大厂商都有一个 deep research。如果我们把嗯这个 multi-agent debate 加进去的话，这会让我们很容易去实现一个 deep research。然后 deep research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这个 user case，而且它也是非常有深度、非常有难度的。对，其实最所以近，这个是嗯，你说。这个是比较紧急的，我觉得如果能安排有人去往前去实现的话，这个会比较好。其实如果我看其实星号应该有一些这个可以把星号拉进来，到时候成立一个小组，尽快的把这个把它集成进去，这个很重要。嗯嗯，可以啊，可以啊。其实如果我们有一个新的实习生愿意去做这个方向，其实也非常好。现在 multi-agent debate 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有很多不同的策略，然后其实也有很多变种的。我这里也收集了一些这个论文，还有一些这个框架。其实，如果有实习生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去讨论，然后往前去推进。对，其实我最近招实习，对，其实有一个申请实习生的人，我看他的简历里是有 multi-agent debate 的这个经历的，但我还没发给景，我一会儿迟点发给你吧。可以啊，可以啊。OK，嗯，然后我们这里还有没有什么同学有没有问题啊，或者是什么建议啊？我有个问题，嗯，就是那个股票生成的那个里边，它的那些提示词是不是也是那个大模型自己写的？就是给每个 agent 的。大部分是自对的。己写的，有一部分它会有一些产生一些格式问题，我们经过手动微调过。哦，哎，那我还有个问题，就是选什么公司的那个 API 拿那些股票的数据，这个也是那个模型自己想办法找出来的，是吗？那不是，没有，这一部分是我们自己找的，就是那个 AKShare 是一个比较量化方向比较常用的免费的金融 API 接口。对。哦，明白明白。这就刚刚些我觉得长期来看的话都可以解决。比如说，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工具的 agent，当我们在生成这一套提示词的时候，可以先问一下我们的工具 agent 有哪些可用的工具。就是长远来看，这些都可以解决。但是现在我们先把这个核心的
就假如说已经拿到这些工具了，怎么去把它搭建好，并且能跑得通。然后后面的话，其实我们就看哪个方向有切片，比如说找工具找不到，我们就专门设立一个专门找工具的 agent，就多一套逻辑嘛，在我们一句话做生成的时候，可能先做推理，对吧？我们先把这个任务拆解，其实就跟 Minus 一样，他们其实无非就是有个 planning agent 做的比较好，对吧？这个 agent 我们也可以做好，对吧？但我们不一样的是，这个 planning agent 我们可以让它不断的去进化，然后我们这个工具 agent 也可以不断让它去提升它的能力，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嗯，对，子旭刚刚就是那个，他不是有一堆 CSV 的表在那个呃那个 cursor 里那个里边，你刚刚也能看到绿色的那个，那些都是通过那个他一开始是要你一个输入，然后你输入那个股票的那个公司的代码，然后他那个 AKShare 会去调这个，当然这9个表是我们预设的，如果说用户他有自己的一些数据的话，他也可以直接放在那个文件夹底下，然后他会去，如果没有的话，他会直接去爬那些数据，然后存到那个文件夹底下，然后存完以后，那个 agent 会申请权限去读你的文件，申请完权限，他读完以后，然后他会开始分析，去做一些建议。OK，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在每个这个 community code 的时候，最好能够给一些这个 topic，有没有在我们发布这个邀请的时候，给一些这个 agenda 的信息，这样的话别人知道会讨论什么。发了呀，在群里，我基本上每个星期天的早晨会发我们今天的会议讨论的 topic。OK OK，好的。等一下，等一下，那个算了，不然直接到时候 PS 一下吧，因为我现在想把那个群的二维码放在这个每个 community call 视频的后面，算了，直接 PS 一下好了，下次准备一个1页的 PPT，把那些所有的账号的信息放在上面，最后 share 一下，就不用麻烦再搞。OK，其实这个问题不大，我那个已经做了一张图，可以放在视频的开头或者结尾。那你现在共享一下不就得了吗？对对对，这不是在家了吗？呀，但是这个我这会儿没拿到电脑，对。没事，那下次吧，反正 OK，下次对最好我把还是直接这个图放到最后。对直接共享一下，就省得去 PS 视频了。好行，OK，大家如果没有其他问题，不然今天就到这里。好的，辛苦各位了。好好，嗯，拜拜。拜拜。好，拜拜。嗯。